又新出了一款擎天柱的重图，哇，这个画风一看就是那种非常复古的老的元祖漫画的味道啊，而且其实看起来呆呆的。曾经因为比较古早嘛，那个年代的画风其实就这样了，你跟现在的漫画自然是没法比的了，还是挺有那味儿的啊。侧面、背面这里都是一些玩具的实物展示。我们制品方面，一份线稿说明书还挺厚的啊。配件的颜色这回略有不同，主要是这个大枪用了一个金属紫镀出来的一个颜色，就跟咱们上次玩那个漫画版狂飙的那个紫色几乎差不多啊。这就是这一回的元祖漫画配色的这款擎天柱了。其实它出这个主要也是为了搭配之前他们出的那个元祖漫画的威震天。相当于有一个老对手吧。其实我们跟原色版的这可以对比看一下它的一个配色方案。可能我这个背景是蓝色的，大家看的不太直观，但是拿这个白的一对比就能感觉出来，它现在大腿还有裤裆这一块的颜色，它也是有一种很青蓝的味道，也是喷了一层漆的。小腿的部位啊，这个也是金属的蓝色。车窗这回不是用透明的那种感觉了，其实它里边本身是一个透明件，但是呢，它在胸口内侧这里喷了一层蓝漆，金属蓝漆，就导致这个车窗不透明，专门做出来的这个效果。红色也和之前的原色版本其实有一些出入，它会比原色版的这个更浅一点点，好像也更亮一点。脸颊尤其眼睛的这一块其实也涂得挺精细的，口罩这个地方都喷了和大腿一样的这种青蓝色，然后头盔和小腿一样的一个配色吧。其实整体来转一圈看看吧，效果还可以，挺复古的一种感觉。而且其实最古早的那种漫画擎天柱嘛，给人的一种就是憨憨的味道啊，这个倒是也给你做出来了。360度环视一下，其实跟之前的人形区别并不是很大，主要就是一个配色的不同了。胳膊这个地方是有修改的，它和原来的那个版本不太一样啊。原来的这个版本呢，就变成正常的人形，曲臂只能曲到一个90度，这里是极限了，因为你变形的需要嘛，这个关节不在这儿，这关节是在这儿的。而新的这个呢，它的关节是一个改成了双段的，也就是说可以曲到这么高了，而且它也不会向那个地方去旋转了，因为变形这一回整个的把这胳膊大臂的部分拧过来了。这个关节你得变到位啊，变到位的话它还是直的，但是你在玩的过程中多多少少会撇到啊，所以它也是把这个地方给你改了。这是跟原先的版本的不一样的。好了，倒是在车型的状态下，这个关节就是藏在了烟囱后边，变成了一个双段关节，放在这儿了。这面因为有手臂的这个盖板盖上了，所以完全也不影响。而且因为真假胸的替换存在嘛，它人形的时候是一个不透明的胸，车型的时候又变成了这个透明窗户，可以看到里边了。所以呢，我刚才找到了，如果你真的是不喜欢这个原色版的胳膊的话，你可以从这里拆，因为其他的地方都是需要顶轴的，只有从腋下这里拆开这颗螺丝去更换胳膊吧，整条胳膊换掉。说实话，我更换上了以后，这个关节是好，有双轴的驱动，而且嘛，它也不会像这个往里撇了。但是一个深红，一个鲜红，色差很大的，镜头里看不出来，用肉眼看非常的直观，所以不建议大家更换。倒是啥呢？我觉得这个颜色跟那个朋友住的挺接近的，如果没有涂装的话就不在乎了。哎，这样看直观一点啊，看到没有？颜色不对，别换了。
lost in the feeling. I just need a win. I'm going off, I know it's time to make a change, and I can take the pain. You wanna see? 变形完成就是这样了。车型跟之前的对比一下，其实还是有一些颜色上的区别啊。车头这一块其实区别不大，主要是后边拖挂的这块颜色会变得浅了很多，而且轮子这回涂的全部都是一个金属蓝的配色，主要也是为了符合元祖漫画的一个感觉吧。而且这一次是单车头的，它是不带车厢的，所以跟之前的一些出的其他的配色也是有出入的。整体来说的变形逻辑跟之前基本上是一模一样，只是在配色上面的一些改变。也就是说白了，这个只是为了配合他们的漫画元祖威震天而出的。所以呢，元祖漫画威也终于有了一个老对手，跟他一起出现在了这一条线里边。不得不说啊 ，NA 还是挺会找这些重涂的方案的。一个模具呀，竟然一个擎天柱还在能继续重涂出来各种不同的配色，还能找到这么多的题材，也是挺不容易的。总的来说吧，这款柱子真的啊 ，NA 的重涂啊，每一次都挺让人感觉到意外的，而且它竟然重涂出来了这么多不同的配色，竟然还没重样，也是难为 NA 的这个重涂美工师了。那么得嘞，这一款漫画元祖的擎天柱就是这样了。